她是无可争议的流行天后，纵横娱乐圈数十年，不管是音乐还是时尚方面，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就。她就是流行天后麦当娜。然而天后最近因为一些举动口碑直线下降，比如她在节目上露臀爬桌子，又或者她发布的少女写真后被嘲讽 P 图太狠，让60几岁的人看起来像妙龄少女。流言蜚语中，她交往28岁的小鲜肉的新闻也被翻了出来，称她厚脸皮，老牛吃嫩草。那么饱受争议的她究竟经历了什么？这里是不给岛，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麦当娜的故事。据报道，麦当娜在 IG 上发过不少自拍照片，但每一张都 P 得较狠，和无滤镜的她反差太大，这就导致网友对她的批评随之而来，并且纷纷劝她适可而止。有网友直言，你是一个万人敬仰的偶像，真心不需要 P 得这么过分。还有网友称她已经不像自己，而是变成了卡达夏家族的人。此外，更多的人疑惑，麦当娜作为影响力较大的公众人物，把自己60多岁的样子过度年轻化，确定不是在宣传容貌焦虑吗？但也有反对，也有支持。少数人表示，不管麦当娜有没有加滤镜，她看起来都非常棒。面对这些，天后也有所回应，她发了一张同样风格的照片，并在其中一张自拍上写道：别惹老娘。言下之意就是我爱 P 就 P， 不关你们的事。撇开 P 图这件事，麦当娜平时的打扮以及爱好确实紧跟年轻人的脚步。据悉，她会玩过山车，也时不时的玩些极限运动，同时她还玩 cosplay， 并经常上传相关扮相到 IG 上。对于这些，她的解释是：我就是永远当一名少女，当少女是个人选择，但被誉为天后靠的是她这一路的努力。1958年，麦当娜出生在美国，父亲是一名工程师，母亲则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。5岁时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另娶一名清洁工。因为这番变故，麦当娜越发叛逆和要强，所以她平时会穿着奇装异服在学校走廊表演侧手翻和倒立，或者用膝盖勾在单杠上倒挂着，甚至在上课的时候掀开自己的裙子。但她说，那个时候的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叛逆，只是在试图寻找自己的意义。而她很快找到了答案，那就是舞蹈。为了追求梦想，她中断了大学学业，单枪匹马来到纽约娱乐中心寻求机会。那时她兜里只有35美元。她说，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坐出租车，这是我做过最勇敢的事情。钱少到这个地步，自然很难活下去。所以他最艰难的时候，甚至去垃圾桶找吃的，以及跑到电影厂做裸体模特。而人生的转机发生在1979年，21岁的他认识了一个音乐人，他们志同道合，成立了他的第一个摇滚乐队。他在其中担任主唱，而独特的风格也让他吸引了众多忠实听众。3年后，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看到了他的潜力，把他介绍给了华纳唱片公司。他也借此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Madonna。 这张专辑中一首 Holiday 进入全美最佳歌曲排行榜，成了他第一支全球热门歌曲，而他的传奇也从此开始。他的第2张专辑宛如处女在次年面世，很快登上了排行榜第1。专辑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2500万张，其中单曲蝉联了美国单曲冠军长达7年，从而奠定了她流行歌坛天后的位置。同时，她在演唱 Like a Virgin 时身穿白色内衣、吊带丝袜、Boy Toy 金属腰环，在蛋糕顶上翻滚，用她的嗓音和表演挑逗着每一个人。在那个保守的年代，她立刻成为了话题女王。全美国有一半的人恨她，而另一半爱到狂热。1986年，她的第3张录音室专辑上线，该专辑灵感来自于她的丈夫肖恩潘。麦当娜称，整张专辑都是献给后者的礼物。同样的，这又是一份上线就爆火的作品，在全球卖出2500万张，并登顶全球超过28个国家的排行榜。滚石杂志称，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就，其后他无往而不利。
不仅精选专辑再次被评为钻石唱片，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，而且本人也仅花了1年时间入驻美国摇滚名人堂。自那以后，很多明星都公开表示麦当娜就是他们最崇拜的明星。小甜甜布莱尼更是声称，如果天后愿意，她很乐意和偶像来一次亲吻问候。虽然没有得到相关回应，但她的偶像确实在情史上生冷不忌。麦当娜结过2次婚，第一次是跟影星肖恩潘，第2次则是和导演盖里奇。1985年，奥斯卡影帝肖恩和她结婚时，还只是一名入行不久的新人演员。面对这对女强男弱的组合，媒体称男方在利用女方扩大自己的名气，是不是利用不得而知，但两人确实相爱，只是这相爱并没有维持多久。当时肖恩年轻气盛，脾气火爆，而麦当娜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两人半斤八两，争吵不断。所以在1989年，天后主动提出离婚。离婚后不久，她很快与好莱坞花花公子华伦比提开始一段新恋情。这位演员帅气逼人，性格温顺，和天后极其相配。唯一令人在意的点就是他比天后大21岁。据悉，麦当娜情史丰富，这也是唯一一个比她年龄大的交往对象。同样，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，两人新鲜劲一过就分手了。1996年，他在公园运动时遇到了一个身材一流的健身教练，敢爱敢恨的他很快陷入恋爱，但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他和教练生下一个孩子后就又分手了。过了3年，他在一次派对上认识了小10岁的英国导演盖里奇，随即两人开始交往。次年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儿子，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但想要一个大家庭的他并不满足于此，所以他又领养了一个非裔小孩。事后，人们怀疑他利用孩子来作秀，提高自己的声望。对此，天后并不在意，反而又去收养了3个非裔孩子，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女孩。之后，他经常在网上晒出和孩子们的照片，而照片中温馨的一家人也在无形中破了那些拿孩子作秀的流言蜚语。2008年，天后再次离婚，作为分手费，她给了前夫5000万美元。这之后，她和一名小鲜肉走到了一起，不过她比对方的母亲还要大14岁。为了阻拦两人的结合，小男友的母亲还用生命威胁两人。所以当时还对婚姻有向往的天后，自然最后没有如愿。有媒体称，也是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，让麦当娜对结婚这件事彻底不再抱有期望，并且只享受恋爱的甜蜜。不过，作为乐坛界的大姐大，她身边确实从来都不缺男人，并且只要她不高兴，随时都可以换人。有媒体曾统计，她一共有过16段恋情。而这些和他交往的对象中，大部分都比他小，甚至有的都可以直接当他孙子。就比如他的现任男友，比他小36岁，是他的伴舞。两人在一起之后，秀恩爱成了常态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大多数都是十指相扣，两人还时不时会深情对望，举止十分亲密。IG 上，天后也经常晒出两人同框的照片。照片中，舞台上女王的她会像一个小女生一样搂住小男友的腰，将头扎进对方的怀里，娇羞的表情犹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。两人至今还在交往中。至于后续，且看2位当事人的发展。很多人说，年过60的她依旧在男人堆里徘徊，是个典型的不守妇道的女人。但她的回答是：我要一辈子不和社会脱节，一辈子不忘记女人本能，一辈子谈恋爱。除了感情和唱歌，天后还是一名慈善家。据报道，自从2006年以来，她就数次前往马拉维，致力于当地的慈善机构，并看望那些她帮助的孩子们。而据统计，她的援助已经支撑当地建立了10所学校，教育了4000名孩童。从出道以来，麦当娜一直面对着众多非议指责，从未停息。但她从来不在乎这些指责，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她发起了香烟女权运动，挑战传统性意识形态，用自己的叛逆去煽动一场场革命。她也一直呼吁女性要勇敢做自己，不要为了其他人而活，以及为了其他人的审美改变自己。
她曾经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：造反与叛逆，感性而浪漫。目前看来，她确实做到了这些。最近举行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，流行天后马丹娜一出现，就引发了一阵舆论上的轰动，因为她的脸部状态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，让网友们都大为震惊。这是马丹娜，变脸变得完全不敢认了。这是谁？我震惊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昨天64岁的马丹娜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格莱美颁奖现场的舞台上，巨星突然登场，显然是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马丹娜当天的造型也是精心准备过的，整体装扮是酷炫的黑色套装，她穿了一件曲线分明的紧身胸衣西装外套，内搭白衬衫、黑领带，下装搭的是一条飘逸的黑色长裙，裙子右侧有一条及膝高的开叉。她的眉毛被染成了金色，烟熏妆和深色唇膏看起来非常醒目，两条辫子被别在两边，戴了一对十字架耳环，手上戴着黑色渔网手套和各种华丽戒指。她这次是作为特别主持人上场的，当她走上舞台时，手上还挥舞着皮鞭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。她一边发表精彩的演讲，一边引出即将登场的2位歌手。我在40年音乐生涯中学到的就是，如果人们说你令人震惊、丑闻缠身、问题重重、太有攻击性或危险，那你肯定是做对了什么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所有勇于开辟新道路并为此承担责任的反叛者们。所有这些制造麻烦的刺头，你们的无畏不会被忽视，你会被看见，你会被倾听，最重要的是，你会被欣赏。这短短几句话几乎就是马丹娜纵横音乐界40年的真实写照，她就是先于时代的反叛者，是打碎世俗标准的女王。但这次格莱美上她的亮相，非但没让人们感觉到惊喜，网友还被女王的新脸吓到了。很多人觉得她的脸非常奇怪，呈现出一种几乎是肿胀的状态，苹果肌过于饱满，皮肤绷紧到一眼看上去甚至会痛的程度。她的嘴唇也不自然地肿胀着，整张脸的填充感都很明显。大部分网友都觉得她这是整容过度，整张脸都变得不像她自己了，对她的外貌展开了激烈的嘲讽。马丹娜到这个年纪有这样的状态还是挺不错的，如果她是个2700岁的吸血鬼，会生吃小孩和小动物的话，马丹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试图无视马丹娜换了张全新面孔的我，马丹娜看起来像是个经过防腐处理的木偶。格莱美上的马丹娜，我真的差点没认出来，谁穿的更好看一点？等到格莱美结束之后，捉鬼敢死队能不能重新把马丹娜封起来？还有一些网友对比起了64岁的马丹娜和同年龄段女性的样貌状态，让自己优雅老去，要比不断整容美多了。这就是证明，左为64岁的马丹娜，右为64岁的我妈妈。歌手苏珊娜·霍夫斯和马丹娜是同龄人，64岁的马丹娜 vs 63岁的我妈妈，优雅老去要比把自己整得面目全非好多了。左边是64岁的马丹娜，右边是74岁的歌手邦妮·雷特，其中一位做了肉毒杆菌和一系列其他整形手术，另一位则是100%纯天然的脸。人们对马丹娜变脸的反应这么大，一些人是被变脸本身惊到了，还有一些人恰恰是因为喜欢马丹娜才无法接受这件事，因为他们觉得马丹娜变得不只是脸，更是一种跌落神坛式的改变。马丹娜作为当代乐坛传奇，在保守的80年代横空出世，以反叛为代名词，纵横乐坛40年。她从不循规蹈矩，所有的界限都会被她粉碎。她永远随心所欲，唱自己想唱的，穿自己想穿的，跳自己想跳的，就像她在格莱美现场所说的一样，不惧权威，勇于走出自己的路。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偶像之一，代表着永恒的自由、反叛和个性。但现在这些非凡的意义似乎都被她自己打破了。在一些网友看来，曾经不被世俗审美绑架，粉碎一切标准的女王，现在却执着于通过整形手术、肉毒杆菌来永葆青春，在反叛了大半辈子之后，又跳回了传统审美里对少女感的崇拜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很令人难过的。她这样一个以反叛和挑战标准跳出常规而闻名的人，却没有选择优雅的老去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失望。以她的美貌，我觉得她只要稍微调整一下，看起来就很好了。现在实在整得太狠了，让人一眼看过去就感觉到她的绝望，拼命想附和年轻的审美。变老的感觉是很难受的，明明内心没成熟多少，却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年华逝去，容颜不在。但马丹娜不一样，她的人生非常精彩，她应该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，体面的老去。不管她在脸上做了多少平滑、紧致甚至掩盖，这些外表的修饰都无法改变她还是60多岁的现实。
很多才华横溢的歌手、演员和明星都有这种可怕的痴迷，他们想要保持年轻时的美貌，但总是事与愿违，最终得到的只有曾经美貌的拙劣复制。近几年来，人们对马丹娜外表的争论基本上也集中在这一点。一些网友无法理解她对少女感的追求，无论是她脸的变化还是穿衣着装的风格，总是会引发争议。近些年来，她多次因发布性感大尺度和过度 P 图的照片被网友群嘲，不仅把自己的脸 P 成20多岁的女孩，还曾未经允许盗用一个年轻网友的身体进行换头 P 图。去年，她的一组少女写真因为把脸 P 得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光滑无瑕，又被网友骂过度 P 图，太假了。这些类似的照片每次都会引爆舆论，人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就不能做符合自己年龄的事。但优雅老去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吗？也有人觉得，她想要追求什么样的风格是她的自由，没必要一定要优雅的老去。她的钱，她的脸，她的人生，她想咋就咋，你们别管。大多数网友们的评论都很奇怪，马丹娜到底怎么花自己辛苦赚的钱，用不着你同意。我觉得她本人也不在乎你同不同意，她可能就是不想被贴上老年人的标签，也有钱能整容，这是她的选择。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话，那就憋着，什么也别说，因为你们中的很多人听起来都很傻，还很酸。面对现实吧，马丹娜这辈子都不会选择优雅老去，她就是要离经叛道，她就是女王，爱她。不管你们说什么，她都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女性艺术家。确实，正如这位网友所说，不管人们如何议论，都不能动摇马丹娜的天后地位。全球3.35亿张的唱片销量，足以让她的名字铭刻在音乐史上，但她没有就此止步，而是不断活跃在舞台上，始终产出新的作品，保持奋发的状态。就在上个月，她又宣布了最新庆祝巡演的行程，64岁的她要在全球35个城市搞5个月的巡演。64岁的马丹娜对音乐的热爱和冲劲始终不减，这才是她的初心所在。马丹娜直言，我的演讲内容是在感谢那些无畏的艺术家，例如山姆和金，但比起这个，很多人选择只谈论那些拉近拍摄我的照片，那些使用了长镜头会扭曲所有人脸孔的照片。他认为自己再次遭受年龄歧视和厌女人士攻击，这个世界拒绝为超过45岁的女人庆贺。如果她持续拥有坚强的意志，工作勤奋，充满冒险精神，就觉得有必要惩罚她。马丹娜霸气表示，自己从出道以来就一直受到贬低，但她从来不曾为任何独特的选择或自己的外表、穿搭而道歉，未来也不打算如此。我很乐意当一个领头者，这样我身后的所有女性就能在将来活得更轻松一点。她也发出豪语，以后可能会有更多颠覆性的作为，并将继续一直享受自己的生活。这样看来，无论是她现在选择的风格，还是她坚持的事业，显然她自己都乐在其中，旁人的意见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。你觉得呢？这里是波比岛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，说出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